这个女人正在小树林里瞎转，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躺着一对男女。她走近才发现女的没有心跳，但身体温热，应该是刚死不久。旁边的男人还有呼吸，不过腿上有伤，应该是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女人把她拖到车的后座上，关好车门后，她又去拖女尸。女尸被她拖过来，塞进了后备箱。女人稍微有点紧张，确定没有被人看到后，她把两个人拉到了自己的家。女人是一个手工艺人，专门制作各种动物标本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处理动物的尸体，所以她有各种各样的工具，缝合伤口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她给男人细致地缝合了伤口，不过男人的双手被她绑在了椅子上，而那个女尸就放在旁边的工作台上。她拿着相机从各种角度给女尸拍照，表情看起来非常享受，好像面前放的不是尸体，而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。不一会儿，男人醒了过来，发现自己被绑着，异常愤怒。女人却表现得非常淡定，她提醒男人注意身体，毕竟刚流了太多血，还很虚弱。说着拿过来食物让男人吃，她还准备了消炎药，需要男人饭后吃下去。女人边喂他边介绍自己叫阿珍。依然警惕的男人本来不想说名字，但阿珍却说知道男人叫阿强。趁他昏迷的时候，阿珍翻到了他的身份证。听到这儿，阿强再次翻脸，又开始辱骂，并让阿珍放开他。Don't you dare talking to me like that again! Got it? Never again! Bitch. Fuck you. 阿珍把女尸的照片贴在卧室，这里还有很多动物的尸体照。盯着这些充满死亡的图像，他会感受到强烈的心理快感。阿强开始尝试挣脱绳索。当阿珍再过来看女尸的时候，他主动和阿珍聊天。阿珍这才知道他为什么受了伤，原来阿强本来就是一个连环杀手。那天他在小树林抓住一个女人，拉到一个隐蔽处发泄自己的兽欲。事后他想用汽油把女人给烧了，没想到女人从地上摸到一根钢筋。阿强没有察觉，被女人一下刺中了大腿。女人趁机想逃，暴怒的阿强扑上去，用手掐住了女人的脖子，直到女人完全停止了心跳。事后他也因为失血过多晕倒在地，这才正好被阿珍给碰到。阿珍一听他是连环杀手，马上就来了精神。他咨询阿强怎么给女人分尸。虽然阿珍经常解剖动物，但人他还没有搞过。阿强借口说阿珍力气小，无法独自完成，只要阿珍给他解绑，他可以帮阿珍处理尸体。阿强越说越激动，身子一歪，连椅子一起摔倒在地上。阿珍当然不会被轻易说动，他并不理会倒在地上的阿强，拿起相机又开始拍女尸。分尸前，阿珍想多留一些照片，拍了一会儿，他才过来扶倒地的阿强。阿强扶着桌子，还没刚站起来，就被阿珍用铁链勒住了脖子。他头蒙眼花，无力反抗，被大骂了几句后，阿珍把铁链锁在了桌腿上。为了惩罚阿强，阿珍就这样把他锁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他正在房间里坐着，听见外面来了一辆汽车，是社区的工作人员阿星来找他核对资料。阿珍在楼上看到了阿星，但屋里这情况，他也不敢开门。阿星看敲门没人回应，就准备打阿珍的电话联系他。阿珍拿起电话赶紧关机，阿强看电话也打不通，只好留了一张纸条，提醒阿珍看到后给他回电。楼上阿珍看见阿星走后才松了一口气。楼下的阿强伤口发炎，烧得神志不清。阿珍见状，这才解开了铁链。他重新处理了发炎的伤口，并为阿强又吃了一些药片，怕阿强躺在地上着凉。他还贴心地拿来一个毯子给阿强盖上。就这样又过了一夜。早上阿珍正在做早饭的时候，阿强昨天吃了药，加上昏睡了一夜，现在好了很多，终于清醒过来。他看自己没有被绑，马上找到一把趁手的兵刃，准备出去找阿珍算账。而此时，阿珍大声地放着音乐，跟着音乐的节拍，正开心地扭动着身体。阿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，已经到了厨房的外面。阿珍还在忘情地舞动，阿强已经悄悄开门走了进来。Good morning. I was waiting for you. 原来阿珍早就料到阿强会过来，所以提前就做好了2份早餐，
一天没吃东西的阿强确实饿得够呛，他手里拿着武器，就有恃无恐地坐着吃了起来。两人边吃边聊，阿强就问他为啥要这样做。阿珍说他喜欢一切和死亡有关的东西，而阿强正好有能力造成死亡，对他来说，阿强就像一个死神。阿强接着追问他，你就不怕我吃完东西把你也干掉吗？ If I ever were to be killed by someone, that would be you. 阿强听后反而有点无语，这虎娘们儿比我还变态啊！另一边，阿珍的后妈在尝试联系他，但阿珍的电话一直是关机状态。他找阿珍是想解决房子的问题。阿珍的父亲死后，他想卖掉房子和阿珍分账，但阿珍一直不同意签字。他现在想直接过去逼阿珍签字。旁边的男友想劝他冷静一点，开车过去要几个小时，但后妈再也等不了了，铁了心要去找阿珍。没办法，男人只好陪她一起出发。这边阿珍又给阿强的伤口换了药，几天没有洗澡，阿强的身上都臭了。他想让阿强去洗个澡，阿强却提议趁着身上脏去把那个女尸给分解掉。阿珍激动的不行，说要拍照留念。阿强担心照片泄露被人看见，阿珍安慰他，放心亲爱的，咱们不拍脸。阿强听罢，举刀开始疯狂的砍剁，兴奋的阿珍在旁边拍了个痛快。处理完后，阿强美美的洗了个热水澡，阿珍还在看拍的照片回味。他这时候才想起电话还在关机，刚打开就收到一大堆信息，全都是后妈催他签协议的，而且最后还说了自己正在开车过来。阿强这时候洗完澡，换上了干净衣服，看起来人模狗样，帅气了不少。这些衣服都是阿珍父亲生前的旧衣服，没想到阿强穿上去非常合身。他看着衣服不禁有点伤感起来。后妈的电话此时又打了过来，阿珍就解释自己在忙工作，后妈不想听其他的理由，表示自己马上就到，让阿珍准备好签字。阿珍挂掉电话，开始赶阿强走。她不想阿强看到自家的这点破事。说完，阿珍跑到阳台上平复心情。阿强从电话里大概听出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追着阿珍一起来到了阳台。Get your stuff, and good luck. And the body? I'll take care of it. 再变态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，何况阿珍还是一个女人呢。这对豺狼虎豹现在搞到了一起，阿强就决定帮阿珍出这口恶气。不一会儿，后妈和她的新男友就赶到了这里，他们上楼才找到了阿珍。阿珍半露着身子，旁边拉着藏起来的阿强。他再三问后妈是不是必须要卖掉房子，后妈的态度非常坚定，这房子不能留。阿珍听到这个结果，就放开了阿强的手。阿强悄悄地消失在旁边，阿珍这才把两个人让进房间。后妈马上拿出协议让阿珍签字。阿强这时从后面悄悄地绕了过来。I'll stay here. What? And you too. 等后妈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，而她的新男友被拖到工作间，也被阿强来了个大卸八块。后妈看自己被绑着，大骂阿珍。阿珍流着哈喇子，像疯狗一样，越听越生气。后妈看她这样了，也不懂得闭嘴，被阿珍拿着手术钳夹住了舌头，整个给她切了下来。这下后妈就像被切了声带的狗，只留下了急促的喘气声，没一会儿就失血过多，晕死过去。阿强本身还没有康复，经过刚才一顿折腾，现在又发起了高烧。他顾不得休息，马上嘱咐阿珍先去把后妈的车开走，丢到远处比较隐蔽的地方，他自己留下来掩埋尸体。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阿星没等到阿珍的电话，着急的又开始联系阿珍，但阿珍的手机还是没人接听，他就开车准备再去阿珍家看看。阿珍把车子开到野外的偏僻处，就开始跑步往回赶。看来这车子也没扔多远。阿强在院子里开始挖埋尸体的坑，还没挖好，阿星就已经到了。他发现门没锁，就推门进了院子，一眼就看见有个男人正在刨东西。他感觉有点奇怪，想靠近看看。Catch him, Tony! 两人浑身是血，阿星马上就感觉到了危险，但他逃跑还是慢了一步，被阿强追上来，用铁锹划开了脖子。
求生本能让阿星拼命反抗。阿强的身体现在也非常虚弱，垂死的阿星居然把铁锹从他手里夺了过来。阿强这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很快就死在了阿珍的怀里。可惜阿珍刚找到心动的男人，她不想这么快就失去阿强，干脆发挥自己手工的强项，把阿强也做成了一个标本，并用相机记录了整个过程。